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在家，门窗关得死死的，却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你。走到某个陌生的路口，突然一阵凉意从后背窜上来，汗毛都竖起来了。半夜明明没有别人，耳朵里却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大多数人会说这是错觉，是心理作用。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根本不是错觉？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真的有其他生命正在和我们共享同一个空间。佛教在2500多年前就给了一个颠覆你所有认知的答案。是的，我们不仅和无数其他生命活在同一颗地球上，我们甚至和他们共享同一间客厅、同一张沙发、同一条走廊。你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可能正好有一个轨道众生从你身体里穿过去。你脚下的这块地板，在另一个众生眼里是一片荒漠。你喝下去的这杯水，在某些生命看来是滚烫的铁汁。你可能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但这才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之后亲口说出来的宇宙真相。很多人以为鬼神住在阴间，住在地狱，或者住在另一个很远的世界，这完全是错的。佛经里说得非常清楚，鬼道众生就住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寸步不离。长阿含经卷20里，佛陀对弟子说，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所有街道、十字路口、菜市场、屠宰场、坟墓之间也都有鬼神，没有一处是空的。不仅如此，佛陀还说，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哪怕一根只有车轴那么细的小树，上面都有鬼神附着。注意，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误解。很多人以为共居是他们住在我们旁边，我们住在这边，他们住在那边。不是的，真正的共居是我们的身体和他们的身体在同一个空间坐标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这就像家里的电视信号，同一个房间里同时充满了无数个频道的信号，彼此重叠，互不干扰。你打开电视调到哪个频道，就看到哪个频道的画面，但其他频道的信号一直都在。我们和鬼道众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只能看到自己这个频道，看不到别的频道，但别的频道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过它们，它们也可以穿过我们。这就是佛教最震撼的宇宙观，不是有很多个平行宇宙，而是同一个宇宙里同时存在无数个不同业力的世界。很多人一提到鬼就想到青面獠牙会害人的厉鬼，这是民间传说的误解。在佛教里，鬼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生命体系。正法念处经恶鬼品里详细记载了36种鬼的形态和痛苦。后世论师把鬼道众生分成3大类，有威德鬼、无威德鬼和中间鬼。有威德鬼是鬼道里福报比较大的，他们有神通、有力量，甚至有宫殿和眷属。我们平时说的城隍、土地、山神、河神、门神，其实都属于有威德鬼。他们负责管理一方土地，护持行善的人，惩罚作恶的人。有威德鬼的生活并不痛苦，甚至比很多人类还好，但他们依然在6道轮回里，福报享尽之后照样会堕落受苦。无威德鬼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恶鬼，是鬼道里最痛苦的一类。因为过去生中贪心太重，贪得无厌，不肯布施，所以死后堕入恶鬼道，遭受长久的饥饿和干渴。佛经里描述恶鬼的身体像山一样大，喉咙像针尖一样细，肚子像大山一样大。他们永远在找食物和水，但食物到嘴边就变成火炭，水到嘴边就变成脓血。他们几千年都听不到水这个字。恶鬼的寿命很长，鬼道的一天等于人间的1个月，最短的寿命是500岁，最长的可达数千岁。也就是说，一个恶鬼要在饥饿和干渴里煎熬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除了有威德鬼和无威德鬼，还有很多中间形态的鬼，比如食气鬼、食唾鬼、食粪鬼、食香鬼等等。每一种鬼的痛苦都对应他们过去生中的一种恶业。听到这里，请在评论区打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一个受苦的众生或许都曾是我们的至亲，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如果你觉得只有鬼道和我们共居，那就想得太简单了。在6道轮回里，天道低层众生、阿修罗道众生、畜生道众生也和我们共居在同一个空间里。天道最下面的4层叫四天王天，天人就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他们的身高几十米，寿命500岁，一天等于人间的50年。4天王天的天人经常来到人间，
护持行善的人，惩罚作恶的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指的就是他们。阿修罗道的众生也住在这个世界的上空和大海里，他们好斗嫉妒，经常和天人打仗。畜生道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猪牛羊，还有很多是肉眼看不见的，比如微生物和细菌。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个空间里的不同众生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佛教用4个字解释清楚了，寻业发现。楞严经里说，寻业发现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每一个众生感知到的世界都是跟着他自己的业力显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业力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佛教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一水四见，同样是一滩水，地狱道众生看到的是滚烫的铁汁，恶鬼道众生看到的是腥臭的脓血，人道众生看到的是清澈的水，天道众生看到的是甘甜的甘露。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水，它只是不同业力的众生对同一个能量场的不同感知。你以为你看到的水是真实的，但在恶鬼看来那就是脓血。你以为恶鬼看到的脓血是幻觉，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100%的真实。那到底谁看到的才是真相？没有真相，每个众生看到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鬼道众生能共享同一个空间，却互不干扰。因为我们活在各自的业力世界里。听到这里，你可能有个疑问，如果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自己业力的显现，那为什么我们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差不多？这就涉及到共业和别业。共业是所有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因为我们人类有相似的身体结构，相似的感官系统，相似的贪嗔痴烦恼，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也相似。我们都造作了需要喝水才能活命的业力，所以都看到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都造作了需要住在房子里的业力，所以都看到房子是可以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客观世界，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客观，而是所有人类共同业力显现出来的集体幻觉。别业就是每个人独有的业力，同样活在一个城市里，有人腰缠万贯，有人一贫如洗。同样遇到一件事儿，有人觉得是好事儿，有人觉得是灾难，这就是别业的作用。共业决定了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别业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佛教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过去业力的结果，你未来要经历的都是现在业力的结果。寻业发现和共业别业的道理，最终都指向佛教的核心教义，万法唯识。很多人对万法唯识有误解，以为佛教说的是世界是我的大脑想象出来的，这是把佛教的唯心和西方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了。西方唯心主义的核心是我思故我在，认为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而佛教万法唯识的核心是我业故我见，认为业力种子决定感知内容。佛教认为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都有一个阿赖耶识，像一个巨大的仓库，储存着我们无始以来造作的所有业力种子。当这些种子成熟的时候，就显现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就像6个投影仪，把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投射到外面，形成了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想到的一切。所以这个世界不在我们外面，而在我们心里。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创造你未来的世界。既然鬼道众生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我们通常看不到他们？佛教把原因叫做业障。我们的眼睛被自己的业力蒙蔽了，只能看到和自己业力相应的事物。有趣的是，鬼道众生通常能看到我们，因为他们有报德的五通，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躲开我们，因为人类身上的正气对他们有威慑力。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阳气足，鬼道众生会远远躲开。只有心地阴暗、作恶多端的人，阳气弱、阴气重，才容易被干扰。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业力隔阂会被打破。比如业力相近时，有些人天生就有阴阳眼；比如身心衰弱时，人在重病或临终时容易看到鬼道众生；比如特定时节地点，中元节、子时、墓地、医院；比如修行有德时，通过禅定持咒开发出天眼通；比如特殊因缘时，过去生的亲人或有债怨的众生来找你。佛教这个世界观在2000多年里一直被很多人当成迷信，但现代科学的发展让人惊讶地发现，佛教的很多观点竟然和科学最新发现惊人契合。量子力学的观测者效应告诉我们，微观粒子在被观测之前没有确定的状态，
观测者的存在决定了被观测对象的状态，这和佛教巡夜发现几乎一模一样。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两个纠缠的粒子无论相距多远，一个改变，另一个瞬间改变。这在佛教看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万物一体，一念变十方。神经科学也证明，我们的大脑不是照相机，而是投影仪。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大脑建构出来的模型，这和万法唯识本质相同。但要特别指出，佛教的多维度世界观和平行宇宙论有本质区别。平行宇宙论说的是多个独立宇宙，佛教说的是同一个宇宙里相互重叠的无数世界。讲到这里，佛教讲这些宇宙真相，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获得生命的终极智慧。第一个智慧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只是宇宙中无数生命形态里的一种，并不比任何众生高贵。伤害其他生命就是伤害自己，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曾做过你的父母。第二个智慧是业力不是枷锁，而是钥匙。业由心造，业随心转，我们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业力和命运，从受害者心态转变为创造者心态。第三个智慧是我们一定要醒来，我们都在做梦，把虚幻的业力世界当成真的。佛陀是第一个醒来的人，真实的世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痛苦，那就是涅槃。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通过施食帮助鬼道众生，准备一杯清水和7粒米，念诵真言后倒在干净的地上。你可以通过保持心神清明保护自己，不胡思乱想，多做善事，常念佛号。遇到不顺时反省忏悔，看到别人痛苦时升起慈悲心，想发脾气时先深呼吸。每天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让善念越来越多。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疾病或死亡，而是无明。今天你有幸听到这个真相，是你多生多劫积累的福报。愿你从此升起谦卑心、慈悲心、正念心，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南无阿弥陀佛。记得点订阅，我们下期再见。